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膝盖疼痛让走路变得困难，也许手术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目前正处于这种情况，或者周围有人在为此烦恼，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膝盖疼痛是可以通过自我缓解的方式改善的。许多晚期骨关节炎患者即使不进行手术，也有可能不再感到疼痛，并可以正常行走。如果存在无需手术就能减轻疼痛的方法，对于身体来说，选择这种方法是再好不过的。通过阅读这本书，您可以选择不急于进行手术并减轻痛苦，找到适合您的解决方案。在被称为100岁人生的时代，延长健康寿命以过上美好的每一天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现状。即使现在没有疼痛，但为了保持身体长时间健康，避免疼痛和不适，以及能够一生自如地行走，你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吧。这次我想讲解由湘南镰仓综合医院人工膝关节中心的负责人薛一郎教授所著的《100年足腰：活到老走到老身体的使用方法》这本书。这里的足腰指的是腿部和腰部，通常指代人体的下半身，特别是腿部和腰部的健康状态或功能。正如前面所述，现在我们的寿命正在不断延长，而这本书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解释了如何正确使用身体，让我们的足膝能够支撑100年甚至更久，帮助我们保持健康步伐。在这个视频中，我将重点解释我认为对大家很重要的3点内容：1、诸恶的根源，提膝高抬，脚尖垂落的步行姿势；2、软骨再生的可能性，即使处于再生困难的状态，也能减轻疼痛；3、正确的姿势和运动方式，助您打造100年健康的足腰。接下来，我将对这些内容进行解说。首先，我们从诸恶的根源，提膝高抬，脚尖垂落的步行姿势开始解说。当大家面对膝盖疼痛时，通常会采取哪些行动呢？或者，如果膝盖疼痛导致行走困难，你会选择怎么做呢？也许会尝试服用被认为对膝盖有益的补品，或者先就医于附近的医生，或者在药店购买止痛药等等。当然，这些做法可能会暂时缓解疼痛，但是如果这些补品或药物成为你一生无法割舍的必需品呢？如果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呢？你会怎么处理呢？在追求长期健康和长寿的过程中，对自身身体的了解和意识至关重要。面对疼痛或不适时，我们需要主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需要面对问题的根源。这听起来可能很普通，但因果关系决定了结果。作者认为，膝盖疼痛的现实肯定有其原因，只有正确了解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才能解决疼痛问题。服用止痛药或补充营养品只是试图改变症状表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非找到并消除问题的根源，否则症状将持续存在。关注疾病或不适的原因、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实现长期健康生活的真正意义。即使到了100岁，也应能保持自如行走，这是一个重要的健康里程碑。建议您反思当前状况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情况。如果您被告知只有手术才是解决办法，请先暂缓决定。如果存在一种不需要手术就能缓解疼痛的方法，你会考虑吗？这种方法既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手术，更不会产生副作用。尽管作者主张保守治疗，但他实际上是一位膝关节治疗专家，具有出色的手术技术，被许多国外医生特地前来学习。他的首要考虑是减轻患者的负担，并将手术视为最后的手段。即使现在您依然健康活泼，但随着年龄增长，膝盖问题可能会增多。因此，即使目前未感觉问题严重，也请务必学习关于膝盖健康的知识。作者倡导保守疗法，但在过去的10年里，他成功地帮助了3000多名患者缓解了膝盖疼痛，而无需手术。作者是一位非常关心患者的优秀医生，不仅关注当前病患，也关注未来可能发生问题的人群。无论年龄大小，
现代人面临膝盖问题的风险都很高，这是现代生活方式给膝盖带来的压力。您可能已经在这方面走了很长一段路，请务必观看完这个视频，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会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肌肉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导致行动不便。但实际上，并非是因为肌肉减少导致动作受限，而是由于身体出现疼痛而无法正常活动，才导致肌肉减少。疼痛出现的原因在于身体姿势使用不正确，能否行动取决于个人意愿，能否正确运动则取决于个人意识。只要运动正确，肌肉就能保持足够的质量和数量。与年龄无关，肌肉训练并不受年龄限制，也不需要突然去健身房或购买家庭训练设备。正确的姿势和正确的身体使用意识非常重要。事实上，野生动物并不进行肌肉训练，拥有强大运动能力的动物并非通过训练获得力量，可以快速奔跑或高高跳跃。人类本来也是野生动物，如果过着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应该能保持所需的肌肉力量。然而，现代社会高度文明化导致体育活动减少，很多人在疲惫的工作结束后难以增加日常运动量，例如避免搭乘电梯而选择走楼梯，或者选择走一段路而不是坐车回家。要增加运动量，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首先要意识到的是正确的姿势和正确的使用身体，这是作者所强调的重点。作者多年观察了许多患者的足腰问题后指出，无论年龄，现代人最常见的不良身体习惯之一是打破身体平衡的不良姿势。这是由于头部前倾产生的姿势，同时保持这种姿势并以脚尖着地的方式行走，因为它类似于鸡在行走时频繁前倾头部的动作。这种姿势经常出现在长时间使用手机等情况下。头部过度前倾可能导致的问题，首先是肩颈疼痛。人类头部约占体重的13%，当头部向前突出时，重力会拉低头部，导致背部颈部的僧帽肌紧张，并且深层肌肉不断劳累，从而引发肩颈问题。正常的脊椎不是完全直直的，而是呈现出柔韧的弯曲，起到弹簧般的作用，可以吸收压力。颈椎向前倾斜，胸椎轻微向后倾斜，而腰椎则自然地向前弯曲。然而，头部常常向前突出，会导致颈椎变成直线，这就是所谓现代人常见的直颈症状。同时，胸椎向后弯曲，形成所谓的驼背，最后腰椎也向后倾斜，导致骨盆持续向后倾斜，影响整个下半身的平衡。骨盆向后倾斜会导致大腿骨向外倾斜，即所谓的 O 型腿。膝关节轻度弯曲，脚部为了保持平衡而使用外侧肌肉，导致脚尖难以抬起。脚尖抬不起会导致在平坦地面上、小障碍等处容易绊倒。头部向前突出的姿势不仅影响颈部、肩部、背部、腰部、关节和膝盖，也会影响脚尖。这种疾步走的姿势会对身体产生广泛的影响。这种疾步的姿势以及正确的姿势在本书中通过插图进行了清晰介绍，同时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大量相关信息。您甚至无需查询资料，只需观察自己或周围人的情况，就会发现许多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即使现在没有膝盖疼痛的问题，长期保持这种步态也会导致将来膝盖疼痛等足腰问题的困扰。因此，请记住，姿势和步态是问题的根源。通过自我改善，可以保护未来的足腰健康。对于已经出现疼痛问题的人来说，也有可能通过改善来减轻甚至消除疼痛。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第二点，软骨再生的可能性。即使处于再生困难的状态，也能减轻疼痛。我们的身体有大约200个关节，而膝盖因为结构的原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2008年美国整形外科学会的报告，行走时膝盖承受体重的5倍，下楼时甚至达到8倍的力量。这意味着，体重为60公斤的人行走时，膝盖要承受300公斤的力量，而下楼时则要承受480公斤的力量。
膝盖关节如何承受自身体重的几倍重量呢？答案就是软骨。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骨头就好比茶碗，而软骨就像湿布一样。如果把茶碗直接摔在另一个茶碗上，茶碗会破裂，但如果中间夹着湿布，就不会破裂，对吧？软骨的作用就像这湿布一样。软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位于大腿骨和膝盖骨头接触表面的关节软骨，另一种是稳定两个骨头之间的纤维软骨，也就是构成半月板的部分。在运动中，受伤或者长时间过度使用关节会导致半月板受损、断裂，关节内会产生积水，从而引发疼痛，最终导致膝盖问题。关于膝盖软骨，人们经常说它无法再生，很多人都深信不疑，认为软骨一旦减少就无法恢复，只有通过手术才能解决问题。然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上，从出生到死亡，人体的组成都在不断变化，没有绝对不变的部分。尽管骨头和软骨看起来似乎一直如此，但实际上它们每天都在以相同的方式再生。如果完全消失，就无法修复了。但是软骨即使减少一半或1/4，经过适当护理，仍然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软骨本身受损或磨损时，我们不会感到疼痛，因为软骨内部没有血管或神经。然而，覆盖骨头表面的骨膜上有毛细血管和神经，当骨头相互碰撞时，就会感到疼痛。实际上，这种碰撞不仅会导致疼痛，还可能引发微小的骨折。当湿布消失时，就像两个茶碗相互摩擦导致破裂一样。软骨减少时，骨头之间直接接触可能导致损坏。即使软骨严重受损，也不应该立即放弃，因为软骨仍然有再生的可能性。我们的身体非常精巧，为了生存而努力弥补这些障碍。即使完全失去关节软骨，在骨头之间不会摩擦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种名为纤维软骨的替代物。实际上，这种作用在全身范围内进行。当血流减少，并且障碍修复变得困难时，所有这些地方都会被纤维组织替代。顺便说一句，在软骨仍然存在时，膝盖疼痛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由于半月板的损伤。如果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措施，再生软骨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软骨磨损的位置因人而异，取决于脚的类型和疾病。作者建议，无论哪种情况，都要了解软骨的残留情况以及它们的位置。首先要考虑非手术治疗方法，也就是本书中介绍的方法。即使只剩下一点软骨，也存在再生的可能性。请不要忘记相信身体的自然愈合力量。另外，在软骨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如果可以使骨头之间不摩擦，也许就有可能消除剧痛。作者以3位患有严重变形性膝关节症的末期症状的女性患者为例进行了讨论。她们患有严重的膝关节内侧软骨丧失问题，导致骨头在站立和行走时相互摩擦。尽管如此，她们依然坚持行走和工作。结果不仅软骨受损，连胫骨也严重磨损并出现缺损。他们希望通过手术解决问题。作者进行了膝关节压力 X 光摄影，通过从外施加压力使膝关节向内移位，产生内侧关节打开的效果，形成骨头之间类似于有软骨存在的间隙。作者基于这一发现，开发了一种内侧大腿步行的步行方式。通过这种步行方式，可以避免骨头在缺少内侧关节软骨的部位碰撞，并减少小骨折的发生。这种步行方式的改变，使得这3位患者恢复了正常体重和改变步态后，症状明显减轻，最终甚至可以不再使用止痛药，可以在田野或农间工作。尽管他们患有严重的疾病，但无需手术干预，重新获得了不再受膝盖疼痛困扰的日常生活。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避免小骨折就可以避免疼痛。作者基于这一事实进行了反复思考，并提出了与其依赖手术和止痛药缓解疼痛，不如改变日常身体使用方式。最后，我们将解释第3点：
正确的姿势和运动方式，助您打造100年健康的足腰。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首先，疼痛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姿势不良和错误使用身体，导致无法正确活动。为了避免疼痛，人们减少了日常运动量，这导致体重增加、肌肉减少、膝盖等部位的疼痛加剧，然后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身平衡失调。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重要的是重新审视根本原因，即姿势不良和错误使用身体。为了保持正确的姿势和正确的身体活动，特别需要注意的肌肉有以下4种：1、内收肌；2、大腿内侧肌；3、腹肌；4、骨盆底肌群。这些肌肉可以被称为长寿肌肉，它们至关重要。通过恢复这些肌肉的活力并正确运动身体，我们可以追求即使到了100岁也能够自如行走的健康体魄。接下来，我将讨论我们日常可以采取的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执行本书介绍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影响这些肌肉。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之前提到的防止膝盖疼痛的原因之一：骨头之间的碰撞。为了避免骨头之间的直接摩擦，需要在骨头之间留出空间，这需要集中注意内收肌。内收肌不仅可以通过行走锻炼，我们即将介绍的步行方法将更加有效地锻炼内收肌，帮助正确行走。现在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介绍如何改善站姿。正确的行走首先需要正确的站姿。首先要确保头部和肩膀处于正确位置，而不是向前倾斜。我们要将头部位置调整到中心位置，而不是前倾或后仰。下面介绍4个步骤。步骤1：站在平坦的地面上，双脚内侧平行，间隔约1拳宽，注意脚尖不要向外，稍微内收以保持双脚平行。步骤2：保持步骤1的姿势，进行3秒钟的脚尖站立。步骤3：从脚尖站立状态放下脚跟，注意在脚跟落地时，用脚趾紧握地面，头部略微前倾，使头部位于骨盆正上方。步骤4：脚趾返回，让身体放松。当头部回到正确位置时，重心将均匀分布在脚底全面，不会偏向脚尖或脚跟。这种正确的站姿掌握后，我们可以进入内侧大腿步行的练习。这种步行方式可以让您走向100岁健行。请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练习。步骤1：从之前学习的正确站立姿势开始。步骤2：提起一只脚的脚尖向前踏出1步，注意不要将头部向前倾斜。步骤3：从脚后跟着地开始，将重心放在着地脚的大脚趾上，不是用脚尖，而是从脚后跟着地。一旦踩到脚跟，将整个重量放在大脚趾上，并让内收肌发力，意识使膝盖向内侧移动。步骤4：另一只脚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移动，从脚后跟着地，重心放在大脚趾上，重复这个步骤行走。重要的是在步骤3和步骤4时，要意识到内侧大腿的工作，使膝盖向内侧，确保将重心放在大脚趾上。通过这种步行方式，可以打开内侧关节，避免骨头之间的碰撞和小骨折。已经有超过3000人通过习惯这种步行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不再感到膝盖疼痛，从而避免了手术的需要。事实上，内侧大腿步行的原理与切骨手术非常相似。切骨手术实际上是将胫骨这种骨头切除。简单来说，这种方法是不治疗已经发生小骨折的部位，而是削减健康部位的骨头，强行使脚部保持直立。尽管这种手术可以缓解疼痛，但是它并不治疗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有风险和副作用。相比之下，内侧大腿步行是一种安全且有效的非手术方法，因此我建议您首先尝试这种方法。如果您身边有人因膝盖疼痛而考虑手术，我建议他们试一试这种方法。推荐阅读本书或观看相关视频。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恢复脚底踩实大地的感觉以及防止摔倒的方法。通过彻底放松脚趾，可以使先前介绍的内侧大腿步行更容易进行。
阻止放松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步骤1，按照脚趾一根一根前后揉捏放松，从大脚趾到小脚趾逐一向前后大幅度展开。步骤2，现在将脚趾一根一根向侧面展开，保持每个脚趾分开的形象。步骤3，用双手像拧湿抹布一样拧转脚底，双手拿着脚，分别在脚前部和后部位置像拧湿抹布一样拧转。步骤4，将手指紧紧插入脚趾根部，慢慢转动脚踝，通过脚趾间插入手指来确保所有脚趾都能展开。握持的方向是使脚掌和手掌完全贴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未能介绍所有方法。感兴趣的观众，请继续查阅相关内容，以获取更多信息。不论是有膝盖疼痛困扰的人群，还包括对自己步态缺乏信心、意识到姿势不良或者被他人指出这些问题的人群，以及希望正确使用身体、保持健康并且能够长寿的人群等等，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这些方法中受益。当您开始尝试这些方法时，可能会感到困惑、不适应，甚至担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然而，人类天性就是对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的改变有所恐惧。改变日常身体使用方式，也是对您生活方式的挑战。我们正在努力改善膝盖问题，并且朝着改善生活方式的方向努力。请您勇敢面对不安和困惑，坚信一点，我们所拥有的身体是非常出色的，本来就能够自我修复，无需依赖手术或药物。从根本上来说，改变生活方式，迈向没有疼痛的世界，是积极的一步。让我们带着勇气迈出这一步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